台湾1年制兵役上线，台空军再次购买66架 F-16V， 并全面升级空军力量。胡塞武装挑衅美军开火，美军研发无线能量网，为无人机空中充电续航。哈以冲突或将持续2024整年，福特号航母将撤离地中海。事情不少，咱们一个一个来看。根据台湾中央社2023年12月31号的报道，台1年制义务役将于2024年1月1号正式上路。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12月31号上午发布的新闻稿说明了各项整备工作。有关驻用营舍分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指出，已按每期学员数量完成36处营舍修整，每批次最大接训总量可达 1.2 万人。另外包括了新兵训练阶段的野战服装等，以及分发部队后使用的防护头盔、战斗装备等，都已完成了筹备工作。据报道，针对训练规划，防务主管部门说明，从2024年起，志愿役或义务役的入伍训练均以新制的8周课表执行，并且新增了战伤救护、城镇战、民防任务、灾害防救以及实战化射击与新式武器装备操作等训练。66架全新的 F-16V 战机，按照规划呢，将于2024年交付单座机、双座机各1架。根据预算书显示，台湾空军2024年将派遣65名官兵赴美接受战术专精训练，总人数相比近3年派出的50名还要多。台湾空军代号凤展项目由美国洛马公司与台湾汉翔将140架 F-16AB 战机升级为 F-16V， 已在2023年12月21号全数完成。根据规划，新购的 F-16V 战机未来呢将驻防台空军台东志航基地，台空军也将为此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及组织调整。别看啊，只是 F-16V Block 20升级到了 Block 70，但它们之间差异还是挺大的。F-16V Block 70相比20呢，把目前 F-16的短板全部补上了。不仅将机载航电系统升级到了最先进的美军自用型的 AN/ALQ211V4，还特地采购了一批 AN/ALE50式拖曳式诱饵，同时呢还升级了航空发动机，全部标配最新的 F110GE132型发动机。F-16V Block 70在配备的武器上，相比 Block 20也有进一步提高，甚至不排除美军会为它配备下一代远程空导弹 AIM-260。而且呢 F-16V Block 70的对地攻击性能相当优秀。总的来说，新的 F-16V 强调亚音速机动性能，但超音速性能比较一般，体现在战机最大表速较低，但是战斗性能突出，空战能量充沛，稳盘能力相当强大。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2月31号的消息，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当天发文，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出了最后警告。沙普斯指出，如果胡塞武装在红海曼德海峡继续向驶往以色列的货轮发动袭击，英国皇家海军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行动，以遏制对红海自由航行的威胁。同时还有消息指出，美国和英国已经准备好发布一份史无前例的联合声明，这份声明的主要内容是对胡塞武装发出严厉的口头警告，要求胡塞武装停止在红海实施袭船战。如果胡塞武装接到通知后继续置若罔闻，那么美国海军和英国皇家海军就可能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打击的具体方式呢，目前还不清楚。可在这次口头警告发布以后，红海海域也未迎来安宁。胡塞武装的3艘冲锋艇挑衅美国海军，美国海军舰载的 MH-60S 型海上作战直升机携带 AGM-114 地狱火反坦克导弹对胡塞武装实施了打击，导致胡塞武装10名士兵折损。胡塞武装随后表态将进一步展开作战行动。然后呢，又有消息称，一艘部署到红海的以色列海军舰艇居然遭到了胡塞武装反舰弹道导弹的袭击。以色列媒体称，这艘军舰已经被毁，但并未出示相关视频或照片。无论是美国海军还是胡塞武装，看来都不打算停手。还有英国皇家海军拱火，这次事情呢，绝对无法善了。其实啊，只要稍加分析，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咱们先把美军和胡塞武装放到后面说，先来看看这次比较特殊的拱火角色——英国皇家海军。
通过前面的声明看出啊，他对胡塞武装已经到了忍耐极限了，一副随时都要下场 PK 胡塞武装的样子。可是结果啊，却是这几天里属他最安静。咱们再来看看英国在红海的战斗实力，真的有他说的那分分钟就能搞定胡塞武装的实力吗？目前英国皇家海军部署在红海的舰艇就那一艘45型驱逐舰，舰首 B 炮位上装有8连装 Slaver 型垂直发射系统，携带法制的紫菀防空导弹，同时还有一门 Mk8 Mod 1型114毫米口径舰炮，后面2座4连装倾斜式发射架，一共8枚鱼叉反舰导弹。这艘驱逐舰具备区域防空能力和有限的反舰能力，除了那门舰炮，根本就不具备对陆攻击的能力。而且 Slaver 型垂直发射系统也没听说可以兼容战斧式舰射公路巡航导弹，即便是把钻石号开到荷台达港，用舰炮和岸上对轰，也谈不上摧毁胡塞武装。所以英国人的声明啊，大概率是喊口号以及拱火。当然，英国皇家海军有没有实力压制胡塞武装，那是肯定的。比如说把女王号航母拉过来溜溜。不过呢，在女王号要准备 CSG-24 任务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红海的，所以英国下场是假，拱火才是真。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美军。目前根据 USNI 已经确认，美国海军部署在红海的水面舰艇和航空兵兵力，包括第2航母打击大队的埃森豪威尔号航母，部署在航母上的第3舰载机联队，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菲律宾号，2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格雷夫利号和梅森号，还有一艘单跑的阿里伯克级拉布恩号，当然还有快要回港的福特号航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1月份，美国海军潜艇司令部向红海部署了一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据悉呢是 SSG-728 佛罗里达号，它是可以携带154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4艘核潜艇之一。相比于拱火的英国皇家海军，美海军呢那是真有实力。真要火力全开的话，可以保证一天120个以上的舰载机出动架次，打上2个月，同时还可以打出不亚于25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效果。打掉也门胡塞5000个以上的目标那是没有问题的。但即便如此，美海军对付胡塞武装也只能做到隔空打巡航导弹，出动飞机轰炸，根本没想上岸。毕竟啊，真的要上岸的话，美军要么搬几个 ABCT 和 SBCT 过来，最起码的也得派一个 ARG 过来，让 ARG 上面的海军陆战队上岸吧。可是美国陆军现在根本没有往中东调兵的趋势，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巴丹号也一直待在以色列近海，可能是用于威慑黎巴嫩武装的，也没有往也门方向出动的趋势。所以红海的趋势啊，大概率会停留在海面上的口水仗，大仗应该是打不起来的。而且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俄罗斯卫星社1月1号报道，援引也门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的作战快艇和一艘美国军舰正在红海发生激烈冲突。报道指出，控制也门红海沿岸的胡塞武装此前警告，他们计划打击与以色列有联系或者前往其港口的船只，并且呼吁其他国家从这些船只上撤回船员，不要在海上接近目标船只。美国宣布，为了应对胡塞武装日益增多的打击，美国将和一些国家共同发起保护红海航运的行动。胡塞武装对此警告称，他们保留攻击与美国联合行动国家船只的权利。通过这个消息可以看出，双方基本都是在打嘴仗，这不是都冲突起来了吗？应该不算打嘴仗了吧？但咱们可以看看这则消息比较搞笑的地方，就明白双方其实都没想动手，至少美军还是保持着理智的。这是美国战舰，这个是快艇，两种水面船只可以说是完全不对等啊！一艘快艇与一艘战舰激烈冲突，说实话，大兵无法想象这怎么个激烈法。这就像幼稚园扛把子与泰森的决斗，可能激烈吗？所以现场的真实情况啊，大概率是胡塞武装快艇激进主动挑衅，美军战舰隐忍克制，绝无可能激烈冲突。但凡美海军上随便一个口径大于20毫米的火器开火，胡塞武装快艇都不会有任何悬念，当场变成海面漂浮垃圾。哪怕是驱逐舰、护卫舰上面的干扰箔条发射器打一发，命中了胡塞武装快艇，多半都扛不住了，更别说开火了。美国的驱逐舰啊，只要背对快艇开足马力，螺旋桨冲起来的浪都能掀翻它。
所以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激烈冲突。现实就是胡塞武装挑衅美军，而美军因为战略需要或者是因为政治需求，选择避免冲突态势升级。根据香港亚洲时报12月2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在开展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项目，借助无线能量传输大幅延长无人机飞行时间，这对无人机技术和基地后勤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防务1号网站的报道，计划局正在向雷神公司提供1000万美元资金，用于研发能让无人机在空中无限期飞行的能量网。该网站说，这一计划着眼于设计出性能表现不依赖携带燃料的无人机。计划局与雷神公司签订了为期2年的合同，雷神公司将设计一种机载中继系统，能够采集、传输并且重新定向光束的网发挥作用。这些网将能把能量从地面源头传输至高空，用于无人系统、传感器和效应器的远程操作。利用激光进行能量传输，目前可能仍处于起步阶段，但这一技术具有深远的军事意义。战区专栏指出，该项目的目的在于让电池驱动的无人机能够在飞行过程中充电，这样解决它们续航能力不足的问题。计划配备的机载能量井短期内是不会为大型无人机功能，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型更大更为复杂的无人机很可能也会由电池来驱动，这为发展飞行中充电技术带来了动力。根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水面作战主管表示，美国海军最近的兵力结构研究更加重视小型战斗舰艇，这一优先事项的转变可能要求海军水面舰艇部队重新平衡其在进行的现代化计划。12月7号，海军少将弗雷德·派尔在接受防务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建造大量护卫舰，并在舰队中增加一些体积更小、能力更强的舰艇。海军战斗部队舰艇评估和需求报告虽然处于机密状态，但相关人士透露，这份报告并未改变海军的作战理念，只是改变了大型、小型和无人战舰之间的平衡配比，比如在总体上增加了护卫舰的同时，削减了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派尔认为，海军装备的平衡问题一直都是跟随预算多少计划的，增加小型的舰艇只是因为小型的船只比中大型船只更具有性价比。比如2022年8月开始建造的星座级护卫舰，它与阿里伯克级驱逐舰能力相当，但护卫舰和驱逐舰的能力并不相同。驱逐舰的作战能力偏向防空，护卫舰的能力则偏向反潜和对陆支援，它们负担的作战任务也并不相通。海军每次战舰配比调换并不是某一项数据的比较排序，因此这次美海军增加护卫舰、减少驱逐舰的做法，除了资金问题以外，咱们可以理解为美国海军增强了对于登陆作战与反潜作战的能力。除此之外这还有助于分散海军的部署，扩大海军的控制海域与登陆方向。当然，美军如果想要快速调整定位，可能需要更多的造船厂，毕竟战力调整间的空隙时间是很危险的。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2023年12月3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预计将进行长期作战，以军正在加沙地区调整部署。他认为，同哈马斯的战争可能在2024年持续1整年，以军已经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以军正在逐渐取得对当地的地面控制，目前他们已经着手从加沙地带调离了5个旅的士兵，但这并不会对他们掌控力造成缺失。根据以军数据显示，在与哈马斯为期1周的停火破裂之后，12月第1周每天平均有75枚火箭弹射向以色列，接下来1周火箭弹数量下降到了平均每天23枚。12月15到21号期间，每天只有16枚。12月22到27号期间，火箭弹数量下降到了14枚。以军认为，加沙发射的火箭弹数量减少的原因是此前以军的地面行动取得的成效。而新年伊始哈马斯在跨年夜向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发射了20多枚火箭弹。以色列时报报道称，其中大多数火箭弹被铁穹系统拦截，以色列中部和南部多地响起了警报，截止目前尚无伤亡情况报告。
根据法新社1月1号报道，美国海军表示，在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后，派往地中海东部的福特号航母数日后将返回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为美军威慑和防御地区定位发挥了作用，未来几天将按照计划重新部署到母港后再做新的打算。五角大楼正在持续评估全球态势，并将在地中海和整个中东地区保持力量。报道称，美国海军还确认正在与盟国和伙伴合作，并加强该地区的海上安全，阻止将这场危机扩大到加沙以外。好了，今天的战报就到这儿，我是大兵，我们明日战报再见。